为什么我们要做草莓塔？就只有一个原因啦，因为我们想吃很多的草莓。草莓塔可以帮助我们生产很多的草莓。首先要有一个这样的 container， 可以用洗衣篮。然后呢，它主要的原因是需要侧面有洞。你也可以任何一个塑料筐没有洞的话，就自己钻一个大洞，一个洞啊。所以呢，一个 container， 也可以用那种木头的 crate， 稍微好看一点都可以啦。反正这个是基本上零成本，因为这个本来就有点破了。另外呢，我们需要中间的这样一个pipe 一个功能，你可以去买 PVC pipe。也不是很贵，几块钱就有一大根，但是我这个是免费的，我就是用这个喝完的这个苏打饮料的这个洞，因为这个差不多这样宽嘛，这个 diameter 差不多哈。然后呢，因为这个有点矮，这个剪完之后就到这里嘛，所以我又弄了一个，所以2个。为了这个，我还专门喝了一点碳酸饮料，然后这2个合起来就差不多有这个高度了。这个里面呢会放一些蚯蚓，还有一些 compost。这样它就是自然成为一个很好的原生态了。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浇水的时候，这个下面会打很多孔嘛，都会打孔。那么下面那个水就可以浇到了，要不然你浇水的时候上面浇到了，下面还没有均匀的浇到，因为草莓到处都有嘛。第3个我们需要的东西是有一个东西把土拦起来，因为如果土这样倒进去，不是全都漏出来了吗？那么这个东西呢，我用这个，我觉得它有点好看，然后我暂时不需要用它了。这个是用于那个种的小树苗，那个冬天很冷的时候包一包。我的玫瑰前2天就给它穿了个小棉袄，就当棉袄。那这个的话就是这样放下去，你也可以用垃圾袋，那个黑色垃圾袋，根据你这个桶的大小。好的，下面我们开始做。首先呢，我们需要把它剪掉，把它这边弄掉，然后两个瓶合在一起。就是下面这样子，就2个塞牢，就等于说变成一个比较高一点的，稍微两边加一下，然后之后的话就是说，这个会放在这个地方中间，那它是需要2头空的，所以这个我们也需要剪掉。这个上面要打孔，我拿了这个给它打孔。就是只要给它戳洞就好了，那么它这个水呢就可以排出来。那现在我们做好了这个东西和这2头是空的，然后这很多孔，这个生态循环系统和浇水系统已经有了。我们现在去装泥。好的，那我们做 container 里面用的土呢是 potting mix， 然后呢我还会放一点 peat moss。peat moss 呢，其实它里面也有了，但是稍微再多放一点。一个呢，它有一点偏酸。potting mix 已经装好了，然后呢，多掺了一点点这个 peat moss， 然后呢，这个中间是空的，不要放土，我们待会儿再放这个里面的原料。现在我们就开始种吧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开始种。这边是我种的这个草莓一片草莓啊，长了很多。然后呢，新鲜挖出来种在这个里面，然后把这个放在阳台上。现在呢，我会在旁边的地方，切开几个每一个孔，隔着插一个孔里面种草莓。我要种一棵，我把这个地方剪个洞，然后呢，把草莓这边插进去。这个草莓啊，待会儿我会讲啊，这些黄的叶子啊、老掉的叶子给它摘掉啊，摘掉不要。它其实主要就8片左右的叶子就够了，不需要那么多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给它种进去啊。这个我的地里的草莓啊都很大。好，塞进去以后就好了。好了，我们这个草莓塔呢做完了，侧面刚刚种完了，然后我在上面呢种了一颗蓝莓。蓝莓的这个生长环境和草莓的生长环境是非常非常配的，所以呢把它们种在一起非常好。然后呢上面又种了2颗草莓。那么
接下来呢，我要开始放这个里面的肥料了哈。这个中间呢，我们的自我循环系统。首先呢，其实就是一些堆肥的东西啦，像咖啡渣呀、花生啊，还是一小纸片啊，我先放到下面，先垫下去。这个咖啡渣的这个也是可以，也是一个肥哈。哎，刚好有点小纸片，我就把它撕下去好了。青菜叶啊 ，compost 东西，这菜叶，随便手捏一捏就差不多了。韭菜，我也懒得切了啊，反正它自己会 compost 的。塞进去一些，然后呢，这个是我们自己 compost 土，然后里面还有蚯蚓的。然后隔段时间呢，这个里面再塞东西好了，因为它 compost 以后它会又往下沉，然后还可以再塞。好了，然后我们这上面会再垫一些土，所以我们准备放自己做的那个堆肥，因为是 organic 的，稍微更有营养一些，所以我们上面会铺一些。这个是可有营养咯，你看自己的堆肥一点都不臭哦，反而我还是觉得它香香的嘞。香香的嘞！哇，老妈这么大方啊！放一点下去好了。就长得很好啦。好嘞，然后再浇水啊！做完什么我们都要浇水。好，我们去拿一罐水，我们先拿到上面再浇水好。这个大漂亮的。好了，我们这个草莓塔搬到阳台上来了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浇水。浇水的时候呢，尽量往这个我们的原生态这个孔里面浇，这样子它水会慢慢的渗透到那个下面的草莓。好的，种完草莓呢，那我们来稍微讲一下这个种草莓需要知道的几点基本知识哈。第一，草莓它需要阳光，所以要阳光很好的地方，这里阳光非常好，是南边。第二，它需要通风，因为风可以让它授粉长草莓。第三呢，这个它需要的土壤环境是酸性的，也是这个原因，所以蓝莓和草莓一起种会很好。第四，这个草莓长出来啊，这每一朵花就是一个草莓啊，每一朵花就是一个草莓。比如说在盘里的草莓长出来以后，如果它碰到这个土壤，它就会容易烂。所以说草莓塔就比地里有这个优势啊。草莓塔呢，它这个草莓长出来以后，它不会碰到土，所以就不会烂。草莓塔种草莓是最好的。种在地里啊，其实呢，区别很大的啊。种在地里呢，它会就不停的去生孩子。生这个嫩草莓苗，它就不会记得去长草莓，然后草莓长出来容易烂。第五点就是这个草莓的这个枯枝败叶一定要给它掐掉，因为我们需要它的营养全部拿来长草莓，而不是去照顾那些枯枝败叶。所以呢，现在你看这些就给它掐掉。那每一颗草莓呢，它不太需要很多叶子的，大概你就给它留8片左右的叶子就够了。所以看这个枯枝败叶哈，我就给它。这边就给它修理一下，要给它修掉。修掉的这个叶子一定要扔掉，因为它是带有疾病的，就跟修玫瑰花一样，不要拿来 compost， 不能 compost。这个草莓塔长得还是挺好的，都长起来了。然后呢，这个边缘我觉得这边太厚实了，我把它这边就稍微定的服帖一点。稍微垫一下，我这一圈就是不要这么多布，塞进去也很厚实。缝好了，这个大致把它缝进去就好了。针线活不容易啊，累死我了。你看这个都开始挂果了，这个草莓都已经开始长果实，这个是草莓，对吧？看到了哈，然后这边也有很多。这个的好处就是它不会掉在土里，长出来以后就草莓挂在这里，很好摘，很好摘。那如果说
种在地里呢，它就会这个是去扦插的，扦插。如果这个一旦你有一盘小土，这样子插在这里，那么它就会又有一颗草莓苗出来，所以这个是它的这个分支。那在这个地方它就没办法了，它挂在这里面，它找不到土，它没法生孩子，是吧？所以它就会集中精力在长这个草莓上面。感谢观看，欢迎订阅 Dr. Stella 美国农家乐 Happy Garden Healthy Life。